上发丝里，像我喜欢的春天下雨滴，午后的小猫咪。嘿，你，怎么又是你？总是很轻易就激起我的保护欲，戳中我的小心思，小忧郁，小脾气，像我爱的秋天啤酒炸鸡，冬天水煮鱼。怎么又是你？甜甜的语气，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我在想念你。怎么还是你？苦苦的解析，将计就计，不如就让我来保护你。怎么总是你？嘴角的笑意，脱口而出喜欢你，我只喜欢你。啦啦啦啦啦。喜欢你，我只喜欢你。我找哪了吗？在里边，就在。我看一眼，在这儿看呀，别在这儿呀，就看一眼。那东西真的很重要，你帮我找出来，我确认一下。就在里面，给我去找就行了。你说说你，演技这么拙劣，我还得强行配合你，我就想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。还有你，分手了也可以大大方方回来拿走自己的东西，干嘛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？就看不惯你这种趾高气扬的样，真把自己当大爷了。都穷的只能出来租房住了，你还牛什么呀？不穷怎么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啊？你不就是因为我没钱才要走了吗？李一飞都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？谈恋爱要么图钱，要么图感情，起码得占一样吧。你既没给我物质价值，也没给我情绪价值，我还跟着你干什么呀？而且我就是爱钱，怎么了？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啊，谁不喜欢钱呢？就你现在混的这个样子，你还想打败你父亲？我告诉你，这辈子都不能打败他。你站着。惠丽丽，你记住了，不是你来跟我分手，是我早就决定放下你。本来在租这套房子之前，我就想跟你提的，但我想着等房子租好，也给你安顿好，等你有个归处，我再走。可没想到阴差阳错的，你把钱都拿去买包了。昨天我又跟哥们凑了10几万，都在这张卡里，密码是你生日。别再拿去买包了，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地方。也许那个姓牛的能给你更好的，但是你记住，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住处。万一他以后对你不好，也不至于让自己没个落脚。总不能在我这没受过什么气，跑到那别人那忍气吞声吧？啊？行，最后我再送你一句话：人只有足够把自己看得轻，别人才不会小瞧你。再见。
以解忧，工作不休。来吧。哎，开门儿！干嘛？做好早饭了。还真做了。对啊，行。没事。哎，等会儿。你觉不觉得你这个房子有点邪啊？邪？不邪，挺正的呀。哪儿邪了？我说的是邪气的邪。我你看，你刚收房的时候，你跟你前男友分了吧？嗯。我刚一搬进来，我和桂丽丽分，这不邪吗？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邪啊。我是不是得找个人过来驱驱邪啊？人定胜天，少整些怪力乱神。不是你说嘛？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分类资料已经整理好了，发到你邮箱了。收到了。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啊。说，这些资料何晶那边已经在做，数据还是山立方提供的，用何晶的不就完了？我们再做一遍，太重复了吧？那你觉得，山立方 IPO 正常来讲，有没有复杂到需要联合保荐的程度？虽然它募资额大，但是何晶并没有持有山立方的股权，完全可以单独承包。那你觉得，山立方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成本，面对更多的麻烦来做这件事？为什么？我也正在找。我只知道，联合保荐不会为我节省工作量。山立方要把它复杂化，有它要复杂的原因。李飞，没事吧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啊？你别吓唬我，你别失个恋在屋子里自杀了。你是个成年人了，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知道吗？多大点事儿？嗯，你会没事的。哎，李飞，你哪怕吱一声，不然我只能报警了。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视而不见了。吱，让你吱，你还真吱一声，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？让我那个确认一下，你还有没有正常的呼吸功能？吱吱吱。行吧，虽然人傻了，但活着就行。廖董那天要单独见我就知道山立方肯定有问题。果不其然，给到我们的数据都合不拢，一查报表就知道有不少猫腻。那你要不要来公司，大家伙一块儿查呀？这种事儿还是悄悄进行比较好吧。你这接连几天不出现，李总都着急了，问我们什么时候去山立方开始尽调。
知己知彼才能杀进战场吧。他急不急无所谓，我会跟他汇报的。问题是方云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。拿下项目就完事儿了吗？这是起点，不是终点，不能懈怠。如果还是不行，我不介意全组换人。志忠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哦，李一飞已经连续2天请假，他们那边没什么进展。空城计啊！哎，李一飞同学，我知道你在屋里啊，就不用支了。那什么，我买了菜，中午一起吃饭吧。你不回应的话，我就当答应了啊。那我做饭去了。嘿，你，怎么又是你？总是不经意间装进我的小秘密，落在我的眉毛睫毛里，嘴角上发丝里，像我喜欢的春天小雨滴，午后的小猫咪。嘿，你，怎么又是你？总是很轻易就记起我的保护语，戳中我的小心思，小忧郁，小脾气，像我爱的秋天。哎，这顿饭我请了啊，你不用交伙食费了。怎么又是你？甜甜的语气，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我在想念你。怎么还是你？苦苦的窃喜，将计就计，不如就让我来保护你。哎，李一飞，看微信。看来活得尚好。炒铁条让你自己吃个够。哎，饭给你放门口了啊，记得吃。吃的也太快了，吃这么干净，看来胃口挺好。
做的饭里放了什么呀？怎么吃了还想吃啊？啊？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哎，房东。咱晚上吃什么呀？想吃什么自己从冰箱里拿，然后洗好切好，啊，放在那儿。我晚上会做的。我洗，我切。那不然呢？你又不是客人，既然要吃饭，那要出一份力啊。那今天中午？今天中午是特殊情况，我照顾你一下。既然现在你没事了，那也不能继续吃白食啊。真行啊你！我不用了，我出去吃。随便你。真稀罕你那东西。我出去吃了啊。随便。我踏出这个门，我就不回来吃了，我告诉你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是出去透口气了。那能没空吗？我这就过来啊。哎，你看人家狒狒啊，都处了好几个女朋友了，你呢，一个都没有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能带一个回来给我们看看啊？爹爹，妈，感情这种事情要讲水到渠成的，那我总不好从大街上拉一个回来吧？这个你说话，我什么时候让我们在大街上拉一个回来啊？对的呀，就你惯的，越来越不听话了。妈，我还不听话呀！从小到大我最听你的话了，上学听你的，课外班学什么也听你的，那毕了业工作不也是你安排的？难道你还想让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话呀？你听妈妈的话不对啊，妈妈给你安排错了吗？啊，每一步给你安排的，你倒跟我讲讲看，哪一步我安排错了？对，你都对。菲菲要到了，我去煮馄饨了。小孩，你看，哎，越来越不听话。行了，孩子大了，有些小事情不要事无巨细的都管啊。事无巨细。嘿，你怎么来了？累死了！快点！你买这么多菜啊？这不看你厨艺好吧？哎，脸怎么了？呀，忘卸妆了。哎，老太婆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老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看，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！啊，全是些妖魔鬼怪，还真是啊，毫无烟瘴气啊！你说把你大把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上，不管了，我呢，这无烟瘴气，你说多浪费时间啊！这，你不要乱按啊，你不要乱按，什么乱七八糟！嚯，极品都不要？谁呀？这样造福人类？大成笑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你看看。爸，下班了。嗯。你们搞我电脑干什么？没事，随便按了一下，没事的。你干嘛？我装备呢？说什么？什么装备啊？不是，我装备怎么都不见了？我辛辛苦苦打了大半年的装备呢？哎，不就是个游戏战队吗？你换一个战队不就完了？当然不行，我
要是能够加入他们，我肯定也能成为这个。你要想成为人中之龙，你得自己去创造机会，对不对？我创造了呀！我从半年前就开始努力盘号了，眼看着就要成功了，结果就被我妈断送了。行，就你这点出息了。我没出息，我的梦想，我的爱好，就这么跟我永别了。我不想活了。哎，过了啊，过了，哎。谢谢老板。你快尝尝这个，放心。吃块年糕，怎么样？太好吃了。我觉得好舒服啊！我要是你，我天天在这坐着。哪有这种好事啊？我还得投简历找工作呢。对啊，你这工作找的怎么样？我一共投了几十份简历，只有3家公司让我去面试，还不知道要不要我。实在不行，你可以像我一样先找点兼职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兼职赚的可比公司多。我土豆丝也太好吃了吧！那你多吃点。一会儿剩下的全给我打包啊！哎呀，我就喜欢给你这样的人做饭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挺好吃的，撑我下来运动运动。你这吃的啥呀？这是啊？没事吧？哎，还吐不？不吐了。不是你租客吗？不吐了，我清理一下，别一会儿投诉了。哎呀，边上的谁啊？喝多了吗？啊！你等会儿。你不是那个调酒小姐姐吗？调酒小姐姐，干嘛呀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么巧！哎，干嘛？哎，这也太巧了。我闺蜜是看在你跟我的面子上，才勉强放过你那朋友，不然早就派出所见了。他就是喝多了，哎，那谁没个喝醉的时候呢？是吧？啊，他要不喝醉，他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，还让人误会。酒品见人品。哎呦，说你自己好像酒品多好似的。莫名其妙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婚宴退了没有啊？我对你已经够仁慈了，你别再戳我的伤疤了，行吗？本来呢，我一个朋友啊，他想办晚宴，我还说想要把你这个转让给他。哎，等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能把定金拿回来？时间合适的话。哎呦，这日子可太好了，10月18。哟，还真差不多。拜托，就靠你了，拜托，就靠你了。行吧，就当是还你午饭的人情了啊，2清了。好，2清了，我的钱终于回来了。谁呀？你这比大军还醉呢。廖总，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啊？刚接手工作，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理顺呢。休息一下，一起吃宵夜吧。啊，我就不吃了，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呢。的确不该打扰你的工作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10分钟总有吧？好。请吧。好。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，总不能让你饿着。小时候，
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她说，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，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。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，你会在乎他吗？我会。若海，这是你第一次拉我的手。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哑巴呀！那几点了？9点。啊？怎么不叫我呀？迟到了呀！你昨天喝成那个样子，我帮你请了半天假。哦，谢谢妈。你帮我把衣服换了？对啊。妈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你怎么还帮我换衣服呢？是你小时候尿布都是我帮你换。我问你啊，你这肩膀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昨晚不小心摔了一下。你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有点饿了，我想吃早餐嘛。想吃早餐，你以后不会喝酒，别那么乱喝酒。是稀饭还是面条啊？稀饭吧。又回来了。你没有任何的前台工作经验，申请我们的这个职位恐怕不太合适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筛选简历的。对不起，麻烦你跑这一趟。以你的资历进入前台工作需要实习1年，底薪3000，可以接受吗？你才27岁，以后呢还要结婚生子，甚至你还生2胎，你这很影响工作的。你必须给公司签协议，保证在5年内不能结婚，不能生孩子。你是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吗？爱情不是恒久远，不是一成不变，婚姻也不是爱情的保险。那这是您的观点。我只是提醒你别浪费自己。比失恋失业更可怕的是，还欠债。在贷还款账单的催促下，我已经失去了选择工作的权利，只剩下了被迫谋生。
发现吧，你这人有一特长，我挺佩服的。怎么了？你做家务特擅长，你发现没？你看，一点灰尘都没有，真的做得好。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。你帮我打扫卫生，100个小时，怎么样？干。哟，嫌钱少？我不想再跟你多一层雇佣关系。怎么会这么想呢？这个世界上最平等的关系就是契约构建的雇佣关系。你租我房子，我雇你劳动力，咱俩又平等又纯洁，太好了，真的，是不是？继续编。哎，你看啊，你现在是不是生存压力特大？对吧？大到以至于你没有精力去考虑你的新工作到底适不适合你，到底有没有前景。反正什么都愿意干，只要能活下去就行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还挺会洞察人心的嘛。嗨，做投行的哪个不会看人啊？你学经济的，你肯定也知道啊。你应该很清楚啊，缺钱会让一个人处理事情的双商直线下降的。你与其饥不择食的去投奔简历找工作，是吧？还不如接受我的雇佣，大家互惠互利，多好啊！是不是？你看看我那房间啊，多乱！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你舍得吗？你心疼吗？你肯定心疼啊！你再好好想想，在家一边做着家务，一边就把钱挣了。有这种好事吗？总比你去当什么司机啊、当什么家教啊，甚至当保镖强吧？你偷看我电脑？什么叫偷啊？你电脑就这么亮着，我这么来来回回一走，完全就看见了。考虑考虑。首先，我谢谢你的直言不讳。最后，我劝你自己打扫卫生啊，省点租金，早点攒钱，早点搬出去，免得在这里糟蹋房子。说完了。不是，你这首先说完，你不得有个其次什么的吗？你怎么直接干到最后去了？我愿意。哎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打扫房间不比干保安强吗？啊？哎，打扫卫生不比？你傻吗？你是？哎。修地板的钱算好了吗？告诉我，我给你。搞什么啊？就在家里发什么微信啊？看上去还成，暂时不用修。就算现在不修，泡过水的地板寿命也会变短，我给你折旧费。不用了。我要真不给了，你该后悔此刻的假客气了。真手贱！他这种人客气什么？我不喜欢欠着别人，两清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喝点什么？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。昨天我有点喝多了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虽然你把我摔得也挺疼的。没别的事的话，下班了。那个，我想再点一杯，用牛奶做基底，加了燕麦奶、核桃奶，这个奶那个奶，很多奶的奶。记得还挺清楚。稍等啊。
这杯我请你了，以后多听妈妈的话，不喝酒，少来酒吧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特别讨厌超市里的袋装面包，我一会儿赶紧把它吃完，免得碍你的眼。你这人记性是不是太好了？一句话你记一辈子呀？你是做数据分析的吧？记性好是我基本的职业素养。这好赖话还听不明白。你不是要转做前台吗？怎么还把自己当分析员了啊？你到底偷看了多少？哦，对了，宴会厅那事儿啊，我哥们说时间刚好，他接手了啊。啊，那太好了，你帮我谢谢你那哥们儿。哦，光谢他呀。也谢谢你，那未来1个月早餐我都承包了。哎呀，懂事。这做的挺漂亮啊啊！是吧？我说他要配上一杯咖啡，是不是就更完美了？哎呀，哎，懂事加1，厉害！哎，浓一点啊，浓一点，我等你咖啡在一块吃。不加糖，不加奶啊。浓，往死里浓。来一口咖啡。我觉得你当咖啡师也挺有前途。这样，我有一哥们儿啊，开咖啡馆的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行不行？不用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非投行的工作不找了。孺子可教。别在这装了，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但是啊，你现在转前台，年纪呢是有，就是起步有点晚了，知道吧？不过应该也行，身材倒是挺高挑的，也不算无药可救吧。这样，你只要拜我为师啊，我要不用了，我已经有学习榜样了，他可比你强太多了。谁呀？当然是合金的承销金额、承销费用和招募资金都最高的方云方总监。你把方云当偶像？对啊，他不仅这个业务能力很强，而且他还有超级好的职业素养，比你们那个之中的黄淑松强多了。我看他俩呀，半斤八两，谁也没比谁强。你这就过分了吧，李一飞？你没有必要为了挤兑我就在这里扭曲事实吧？你要真那么想跟着方云，你怎么不会合金啊？是我想回就能回的吗？你离开合金是因为合金后台部门裁员，又不是你犯错了被开了。你只要想回去，那就去应聘别的部门啊，对不对？只要方云肯要你，谁能说什么？
我一个离职员工，直接给他打电话肯定不好，还是在这儿等他，当面跟他说吧。是我，吵死了，让不让人睡了？什么破门啊，一点都不隔音。王栋，你这一大早，我知道你来干什么。怎么，不想在你叔叔区待着了？死了这份心。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，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嬉戏，也无需要求一定兑现过去，让生命里有些信息给未知。或许可以树立贴身的关系，或许会孤立无依，却贴心有你。也无需在意对错，无关乎畏惧，主动拥抱胜过多少句对不起。送你天涯浩瀚，燃烧热烈才活出自己。无声的圣诞如港湾守候漂泊的你，等你归于平淡，家的灯光昼夜温暖，永远的陪伴如星月悬挂璀璨。天涯浩瀚，燃烧热烈才活出自己。无声的圣诞如港湾守候漂泊的你，等你归于平淡，家的灯光昼夜温暖，永远的陪伴如星月悬挂璀璨。